男朋友对我好的时候特别好，对我不好的时候我很难以理解。我非常非常爱他，我真的离不开他，可是他总把我对他的好当成理所当然的，我真的非常委屈。如果不能好好在一起，就请放过我吧，我不想像一个笼子里的鸟一样被他死死的看着。只要我喜欢你一天，我就一定不会放你走。如果再这样下去，我是真的受不了了。这对情侣碰到了什么样的情况呢？要把放手视作一种爱，掌声请出他们，来，掌声有请。男主人公小勇31岁，来自湖北，做医疗器械；女主人公小吴26岁，同样来自湖北，是一名网点的老板。来，有请两位。他们的手里还是拿着那只装着彼此并不了解秘密的密码箱，愿意在这个现场把这个秘密公开吗？愿意。愿意。谈恋爱多久了？3年。现在谁要分手啊？他要分手。你不想放手是吧？对，因为我觉得我们在这3年之间彼此都付出了很多。比如说我的手机是24小时开机，只要他有什么事情，我随叫随到。比如说他工作累了，他要我去接他，我马上就打个的士就飞奔到他那儿去。晚上1、2点钟他心情不开心就给我打电话，我一定会听他倾诉2、3个小时。按他这个说法，你不应该离开他呀，为什么要分开呢？他之前说的一直是对的，他给我送饭，然后会来接我，这点对我很好。可是后来我越来越发现他变了，他爱上了玩游戏，他每天在游戏里跟别人管老婆，然后老公叫得很亲密，这点我觉得我有点受不了。对不对？在游戏里怎么了？他玩游戏，然后他私底下加别人微信，半夜3更的跟别人你来我往，卿卿我我。我说过他了，他不听。他说的有点夸张了，主持人不是这样的，我得解释一下。其实我本身也没有任何的不良嗜好，我也不抽烟，也不喝酒，就是喜欢打点网络游戏。那些网友，当然大家一起组队打游戏以后，肯定比较熟悉了，以后我们就随便用一点昵称啊，老公啊，老婆啊。其实我们不在一个地方，也不在一个城市，面都没见过，说白了就嘴上痛快痛快而已。那你有几个老婆呀？我只有他，我的心里不是你那队里有几个老婆呀？就那么一个。有几个女生管你叫老公啊？怎么可能很多也是一个？哦，那看来关系不一般嘛，难免人家想入非非，是不是？后来我们也没叫啊，后来就加微信了。我跟他说，我说你们不要聊了，半夜3更还聊游戏啊？他说12点钟等装备。后来我跟他说，我说你不要跟联系，也不要玩游戏了，玩物丧志。结果我后来发现怎么了？他把名字给改了，换汤不换药，接着还是聊。姑娘受不了了，那游戏能不玩吗？游戏我可以尽量少玩，但是不能不玩是吧？因为我觉得我没什么其他的爱好了，如果要不然的话，除了工作就是这个了。但是你这些爱好老到外面找老婆，这是个爱好就不太好了吧？后来也没这么称呼了，所以我就换了个名字。后来叫什么呀？有的时候开玩笑叫雪甜甜什么的。这受不了是吧？主持人，我有话要说啊，你还有话说，你说。她也有男闺蜜，如果她要这样说，我也觉得心里有疙瘩呀。哦，她有男闺蜜。对啊。哎，那你说说呗。有一次我就去接她，结果她那个店里就有一个她所说是她的朋友。我一进去的时候，他们俩在一起看照片，很近，就像脸贴着脸一样。等那个人走了以后，我就跟她说：“你跟他到底是什么关系啊？”她说：“就是男闺蜜。”然后我就说：“那真的像人家网上说的那样啊？你这男闺蜜蓝颜知己，拦着我这儿可能就绿了。”这个事情我就特别受不了啊，因为你想那个距离。脸都快贴成脸了，我觉得这不像是闺蜜。其实这里我有话说，我觉得跟男闺蜜2个人在一起看看照片什么的，我觉得没有什么，总比他在底下暗度陈仓了好吧？可是我跟人家面都没见过，哪有什么暗度陈仓啊？2个人就互相咬吃这点事儿是吧？还有不光她有男闺蜜，她的女闺蜜我也特别怕。她们没事就是晚上一起，今天去喝茶，明天去 K 歌，一玩就玩到11、2点钟，总是讲一些没有营养的问题。今天说什么衣服好看，明天说哪个高级的那个包包佩戴在身上应该怎么样啊？那女人在一起不就聊这个吗？你指望他们聊什么有营养的呢？她开网店，她做生意，起码可以想想她的这个网店怎么经营的更好啊，应该买一些什么样的货好销啊？不是下班了吗？她跟他们在一起以后，她整个人变奢侈了。比如说她买的一个包包几千块钱，她1个月也就挣几千块钱，用个1、2个月，不愿意就放到那儿了。然后后来就最近吧。他觉得又想买一个更好的，他就找我
借了1万块钱，什么包啊，又要1万块钱，那我当然觉得有点受不了啊。主持人，这个事情我特别委屈。那一次为什么我要找他借1万块钱？是因为我进货后来有问题亏了，我没敢跟大家说，我找他借了1万块钱，我去补货了。你自己说说，我的鞋子、包包、衣服，我什么时候找你用过1分钱？他刚才说他没花过1分钱，但是实际上我们在整个交往的3年过程中，只要是出去玩啊、看电影啊、吃饭呢，还有出去旅游啊，还不是我出钱。再说了，他每回过生日的时候，我送给他的礼物啊，什么金项链啊、戒指啊、耳饰啊，还不是我出钱，我也没让他掏1分钱啊。不是，那你什么意思呢？但我的意思就是说，他不应该那样说，好像我就完全是一个特别抠门的男人，我是吗？这不抠门吗？你说哪个谈朋友不给女朋友买点东西的？他每天像复读机一样在我面前叨叨叨叨叨。后来我跟他说，我说算了，我受不了了，我把1万块钱还给你，我们分手。他分手可以啊，总共加起来你还我10万，有这样的道理吗？我当时是生气，说的气话，因为他只要情绪一激动一点，就是跟我说分手分手分手，时间长了我就越来越急躁，我肯定当时也就话赶话就说，我借给你1万，你还我10万。我这会儿怎么不话赶话的说了呢？你这话赶话管得很好啊。我说的是个气话。对，他是说的气话。然后我说不管是不是气话，我今天想跟你分手了，我说我要走，他扯我一拉一推，然后我的手全部都磕到地上了，全部都流血了，他管都不管我。然后最后你知道吗？最后他把我反锁在家里。这个事儿严重了。当时他又说跟我分手，不理我了，拿着手机就往外冲。我只是拽他拽不住，然后我就用力一拽，拽得过猛了，他就滑在地上把手磕破了。结果他就为这事儿，他还到处跟他的那些女闺蜜打电话，说我打他，好像我是一个暴力狂似的。啊，那你为什么把人锁家里呢？当时我们俩吵的已经晚上凌晨1点半了。啊，你说她一个大姑娘，然后她也不跟我说往哪走，她就往外冲。我当然怕她出去出危险怎么办呢？所以我就把她锁起来。其实也没锁多久，就过了几个小时我就把门开了。这个问题我一定要回答主持人。你说锁我多久是吧？我在他家里发现一部旧的手机，然后我充好电给我好朋友打电话，然后我好朋友过来救我，苦口婆心的跟他说要他开门，他不开门，锁了简直是从晚上一直到下午才开门。哦，从第1天晚上一直锁到第2天下午。对，那个时候我真的是铁了心要跟他分手了。是时间有点长，但是我也没去哪儿啊。他在里面，我就在外面站着呀。而且实际上我特别痛恨他没事就跟他的女闺蜜打电话，然后他的女闺蜜就你一言我一语，你一言我一语。本来我们俩很简单的事情就被搅得稀里哗啦的。那个事儿后来怎么解决了？后来我好朋友把我救出去之后，最后门是我开的，怎么能用救呢？这能不叫救吗？我觉得用救这个词是对的。你接着往下说，救了之后呢？救了之后，我说我不想跟他在一起了。他们说我出去散散心，让我去厦门。他硬是不停的追电话，不停的问我好朋友，结果活生生的从火车站把我给拽回来了。你没报警吗？没，我觉得是他理亏，他心虚。他干什么事儿了？他心虚啊？你想，他要出去旅游，又不跟我说，男男女女去厦门，大家都知道厦门著名景点鼓浪屿，那么浪漫的地方，他容易跟那些其他的男男女女擦出火花，跟那些男生。狭隘，所以你把他弄回来，你认为心虚是吧？啊。我说你就算把我拉回来，我心也不在你身边了，太大男子主义，太自以为是了。我说我们还是分手吧，我说之前那个钱我也还给你，对吧？然后他说一句，这样分手可以，我把我们的私密照发到网上去，让所有朋友都知道，看你怎么分手。还有私密照啊？不是，我所指的也不是什么私密照，我所指的私密照只是说，比如说2个人拥抱一下、接吻一下，或者特别亲密的，这样我发的，然后其他的男生心里就会有点疙瘩，也没什么特殊的私密照。你怎么能想出这事儿的呢？啊，不是，我只是这么样一说，其实我本人是一个隐私感很强的人，比如说人前我想拥抱他一下，我都会觉得很不自然。你就是说说就而已了吗？确实也没有做啊，因为很多事情都是我们2个单独他就是说了一下是吧？他这叫威胁。最后我说，通过那么多事情，我实在不想跟你在一起了。我说不管你说把私密照放到网上，反正不管那样我也无所谓。你别用私密照好不好？好。结果我说这个时候我分定了，我真的不想跟你在一起了。我说什么事情你都管着我，比如说星期3干什么，一定要干什么，几点钟到一定要几点到。他把他的人生观放到我的人生观上面，一定要强加给我。我说我们俩还是分手算了。结果他说句什么，分手我就找你家人，每天闹你家庭不灵。找了吗？就快找了，所以我现在上这个节目就想要大家给我一个说法。